王鹤棣新剧组 CP 赵露思，拍戏的时候和王安宇愉快的聊天。小韩认识了现身三亚海边拍广告的赵露思和王鹤棣。赵露思身穿一件泡泡袖上衣，下身搭配一条白色短裤，她觉得很少女。她拿起手机就跑到海边拍照。王鹤棣坐在海边，用宠溺的眼神看着她，心上人是谁？两人是好朋友吗？网友们纷纷喊话，希望两人合作拍这部电视剧。赵露思出发去三亚之前，小韩在剧组看到了正在拍摄的赵露思。她身穿淡紫色古装，头戴一顶遮阳帽，旁边的王安宇双手靠在栏杆上。赵露思像是在看，拿起手机让王安宇看到一些有趣的信息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人换了地方，赵露思和王安宇聊得很开心，笑得很开心。开拍的时候，赵露思踩在栏杆上，看着下面的池塘，她的手突然垂下，惊慌失措地抓住一个女演员的手就跑了下去。王安宇还在一愣，随即一个蓝衣演员拉了拉他的胳膊，跟在他们的身后跑下了台阶。你也想知道哪位明星的近况？赶紧在评论区留言吧。同剧10对不同命运的 CP， 彭小苒的发展不如陈星旭，丁禹兮的发展也不如赵露思。近日，古装剧《春梦里的男人》和《星辰变堂》正在热播，很多观众看到彭小苒和陈星旭首先会想到东宫，看到丁禹兮首先会想到传闻陈芊芊。最近很多网友热议，他们是同剧爆火的男女主，但是彭小苒的发展不如陈星旭，丁禹兮的发展不如赵露思。下面10对同剧爆款 CP 对比发育。高伟光发育不如迪丽热巴，景甜发育不如任嘉伦，陈瑶和张若昀的发育差距太棒了。同剧火爆 CP 发展对比1，彭小苒在东宫发展不如陈星旭。陈星旭和彭小苒在2019年因东宫一同走红，直到现在，观众提起两位演员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代表作东宫。大家都一致认为陈星旭的发展比彭小苒好。虽然一见钟情被诟病画质不佳，但他的资源一直没有断。随后他还与当红女演员宋茜搭档出演了《我们的翻译官》。反观彭小苒，签约范冰冰前途一片光明，但老板出事，资源也受到影响，后续资源跟不上。东宫之后，彭小苒的《银河长明》和《君90》播出基本都是围绕着古装丑男展开的。最近彭小苒热播的《闺蜜梦里的男人》比较火，但是节目的制作质量不是很好。相比之下，陈星旭的资源要好一些。同剧爆款 CP 的发展对比2，传闻中的陈芊芊、丁禹兮的发展不如赵露思。看到《春梦里的男人》，彭小苒就会想到东宫，看到丁禹兮就会想到传闻中的陈芊芊。这部剧将丁禹兮和赵露思封为2020年最受关注的演员，但两人随后的发展却大相径庭。当时除了传闻中的陈芊芊，丁禹兮还有不少关于颜色太浓的话题。本来以为他会向流量榜靠拢，没想到丁禹兮好像是个不红的戏精，只是默默拍戏。不过丁禹兮的戏份不错，观众对他的演技有一种信任感，很少批评他的演技。反观赵露思，如今也算是95后的流量小花了。传闻中的陈芊芊播出后，她加入了迪丽热巴和吴磊的《长歌行》。星光璀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尤其是群星璀璨的成功奠定了赵露思的地位。现在的她算是可以独立扛戏的女演员，不再需要吴磊、杨洋这样的当红明星陪伴。同剧火爆 CP 的发展对比3，陈悦在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中的发展不如胡一天。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是2017年最火的甜宠网剧，让陈悦和胡一天成为爆款新人。一开始，陈悦的资源很好，先是接拍了新版《流星花园》，后来又接了电视剧《七月与安生》，都是很火的翻拍，但是都惨了。也正是因为陈悦的人气，他才不断得到好的资源，才让他不断被黑。之后，他的演技被人诟病，发展也开始卡壳。反观胡一天，走红之后一直在接盘，虽然他并没有像陈悦那样立马有新剧，
但在热播剧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中再次出现，就连男配也话题度满满，甚至还接拍了续集《我的时代，你的时代》。民国神探更是让他圈粉无数，反差萌的演技让人叹为观止。陈越了不起，他搭档的几位男主后来都发展得不错，除了胡一天，《流星花园》中的王鹤棣现在人气已经超过了他。我的恶男友陈哲远也入选了，被认为是很有潜力的新生代。他还和赵露思合作了，不能隐瞒。同剧爆款 CP 的发展对比4，你好，旧时光，李兰迪的发展不如张新成。2017年，一部校园剧《你好，旧时光》让张新成和李兰迪双双走红，当时两人都被视为演技派的潜力股。然而，李兰迪的口碑却在后续崩塌，不仅在《梦回》里川谷装胖了，李兰迪在综艺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中也因为情商低的行为而失去了人气。直到今年在《星语凝成糖》中，他才凭借演技稍微挽回了名气。而张新成一路红火到现在，他是公认的表演派。他主演的《以家人之名成为你的那一天》、《大宋少年》的口碑都很高，就算被骂也是在骂剧本，观众几乎一致称赞张新成的演技。只要看到他的剧，大家都会想要追他。他是为数不多的颜值、演技、口碑、实战成绩都不错的演员。同剧爆款 CP 的发展对比5，高伟光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中的发展不如迪丽热巴。高伟光和迪丽热巴因为《三生三世》系列成为了经典的荧幕情侣。2017年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让他们跳了起来，之后两人合作的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也制造了很高的话题度，但对高伟光本人的成绩效果并不好。剧集播出后人气下降，没有晋升为当红演员，资源也没有增加。不过没关系，高伟光不想走流量路线，而是在默默磨练自己的演技。他在《浓岭迷窟》中的演技受到好评。反观迪丽热巴，自从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之后，就开启了她的全面爆款时代。2021年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再次爆火。现在迪丽热巴和杨紫并列2位90后，作为流量女星的代表，她的地位已经与上司杨幂平起平坐。同剧 CP 的发展对比6，吴谨言在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发展不如徐凯。《延禧攻略》不仅捧红了秦岚、佘诗曼等老牌演员，还让吴谨言和徐凯成为一对正经 CP。剧集比第一部低，《浩然传》、《你是我的答案》、《幸福会来敲门》、《正青春》连续崩了5-6部剧，而且每一部都是收视率和收视率双低，吴谨言陷入大牌绯闻。《延禧攻略》的火爆程度与当时《延禧攻略》的火爆程度相差甚远。另一方面，徐凯的人气不断攀升，《招摇》、《烈火军校》、从前有座灵剑山3部剧相继播出，均获得好评好的回应。虽然还没有达到大片的水准，但徐凯的性格魅力同样话题。徐凯自走红以来，资源一直不间断，《祈福今朝》、《乐游原》、《雪鹰大人》都是热播剧，还和一线女星杨幂合作了《爱情第28法则》，还和谭松韵一起出演了《比星光更美的你》，人气远不及吴谨言。同剧爆款 CP 的发展对比7，景甜在《大唐荣耀》中的发展不如任嘉伦。任嘉伦和景甜都是在2017年凭借《大唐荣耀》走红的，但是任嘉伦在后续的发展却越来越红火。就是播一个 burst。任嘉伦的影视表演实力很强，以前靠杨紫、迪丽热巴等当红小花撑腰，现在任嘉伦可以带戏了。观众只要看到任嘉伦主演的古装剧就想追，欲望。可惜了景甜，后来他居然把司藤一炮而红，让他受益匪浅。然而2022年虚假广告代言的争议爆发，景甜虽然没有因为这件事成为不良艺人，但被处以3年不接受任何代言活动，停业3年，影响了景甜对这部电影的接受。现在很多剧组都不敢轻易找他拍戏。同剧爆款 CP 的发展对比8，陈晓在《陆贞传奇》中的发展不如赵丽颖。2013年，赵丽颖和陈晓双双凭借古装剧《
陆贞传奇走红，赵丽颖在后续发展的更好。之后，赵丽颖还在《杉杉来了》《青云志》《老九门》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大火。去年凭借《幸福》《致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2部剧转型成功，如今连其他85花都难以与赵丽颖相提并论。其实陈晓一直没有红过，只是她似乎并不想走流量路线，从那以后就一直在参演电视剧。小编觉得陈晓属于那种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古装傀儡，靠颜值走红的类型，就像去年的《梦华录》一样。不过陈晓似乎就是不想靠自己的外表。之后在刑侦剧《冰与火》13年尘埃以及最近开播的《人生之路》中，陈晓都变成了一个糙汉子。陈晓要靠实力说话，这样的精神令人敬佩。同剧爆 CP 发展对比9，无心法师陈瑶发展不如张若昀，这一对也很不一样。姚晨和张若昀都是凭借无心法师走红的，当年他们只是剧中的副 CP， 不过贾罗丽和军官的 CP 真是让人期待啊。不过如今张若昀凭借古装剧《庆余年》晋升为1线演员，接下来的《雪中奇缘》《警察荣誉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都很高优质的剧集，现在很多剧集导演最先考虑的男主。反观姚晨，明明颜值高，演技好，观众缘好，但资源却一直不好。很多网友一直在吐槽陈瑶，认为他的公司唐人影视只夸胡冰卿不夸陈瑶，耽误了他很多年。现在张若昀的每一部都是顶级大制作，但陈瑶的单改剧《浩一行》积压了，她还在大制作剧《狐仙小红娘》中担任女配，可以只演一些二手角色。3线小网剧的女主都是默默无闻的新人出演。同剧爆 CP 发展对比时，屈楚萧在《情海无疆》发展不如李一桐《海贼王》，是2019年10大精品网剧之一，让屈楚萧和李一桐成功出圈。屈楚萧本来前程似锦，主演《古董局中局掠宝榜》，本来要和迪丽热巴合作《长歌行》，开拍前几天被换了开始了。屈楚萧先是爆出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，后又卷入前女友的恋爱绯闻，形象一落千丈。另一方面，李一桐真的很厉害，她一路拉着邓伦、李现、胡一天、徐凯、杨洋都是当红男星，资源源源不断。去年她在《苍兰诀》中饰演配角司命，今年年初又在《飓风》中饰演配角，都颇具话题性。李一桐虽然经常被调侃万年不红，但她演技确实不错，几乎是无缝入组，相约。